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开心大家能够在这个圣殿当中一起跟大家分享今天这个主题。以法大开的吧。今天早上差不多从6点多从台北来到这边，在早上预备的时候都非常开心，也非常兴奋，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再次站立在你的面前。现在圣灵，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聚会当中，透过你的话语，每个敬拜都能够对我们的生命最渴望的地方来说话。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高抹孩子的口，能够传讲那纯正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看过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我现在在实习的一间教会，它是一间服侍聋人的一间教会。它这间教会，它的人数呢，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当我来到这间教会的时候，我仍然是保持一个非常期待的一颗心来到这间教会。那首先我来说这间教会的创办人李明觉阿嬷，如果你上网也可以搜取公园阿嬷，如今已经97岁了，仍然为主来做工。他在3年前，因为看到台南手语教会，因为他看到这些教会怎么能够来敬拜上帝，他在一次的聚会当中，看到这些聋人用手语来比出上帝的敬拜，他非常的感动。所以他就召集了台南的一些、高雄的一些牧师，他想要在台北也要办一间手语教会。那依着上帝的带领，在去年的时候，在他生日的时候创办了这间教会。在今年，他申请神学生，那我也透过潘牧师、永光教会潘牧师以及周牧师的介绍之下，回到了这间教会来实习。当我到这间教会实习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人，怎么没有人？只有几位同工和阿嬷在这间教会。这间教会是属于没有会友的一个状况，而教会没有一个全职的牧者来去帮助这间教会。其实当下心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这是从我的经验当中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在面临到一个新开拓，而且是一个特殊族群的教会当中，我开始想，哇，我要面临怎么样的一个未来？这间教会要走向什么样的方向？有时候会开始想，是不是要从社区开始去进行？跟这群社区附近的社区去来开拓，是要从正常的所谓的听人来去下手呢，还是我们一步一步的走下去，还是依照妈妈的一个意向，是要成为聋人的一间教会？所以看到这样的问题，我一直在想，谁是需要耶稣的人？难道教会不就是需要耶稣的人来到这个教会吗？而我们也面临到人手不足的情况，我们都不是一个全职的同工在里面，我们无法全力的支援。我想这就成为我们在这几个月当中我所要面对的问题。所以我在今天在预备今天的经文当中，我再次的思考。这间教会名字叫做恩典以法大教会，有恩典，并且这个以法大是什么样的意思？那我们今天透过这样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又离开了推罗地区。从上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特别从
推罗境内进入到一个人的家，他不想要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行程。但是我们发现到耶稣的名声非常之大，在耶稣行过很多的神迹，耶稣的名声传遍了这整个加利利以及推罗的境内。后来有一位腓尼基的妇人来找他，他希望赶出他女儿家里面的鬼，他女儿里面的鬼。而在耶稣和妇人之间的对话当中，耶稣听见了这妇人的回答，觉得他的信心非常坚定。耶稣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已经离开你的女儿。”因着妇人的信心，耶稣没有动一根手指头。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的女儿。”却同样医治了这个妇人的女儿。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文，有一个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为他按手。我们都知道身心灵有需要的人来找耶稣，期望这些人有需要的人来得着他的医治。我们可以从马可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在第2章，有人带着一个摊子从屋底下垂下来，有带着摊子。在第6章，有许多的病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些人都是有需要的人。我们也注意到，这些需要的人是有他的朋友们带到他的身边来帮助这些人来遇见耶稣。就像这些第2章遇到的摊子的朋友，因着他们信心，这位摊子得到医治。而像今天这位聋人的朋友，他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看到他们，就如同没有羊的，没有牧人的羊一样。耶稣看到他们，就怜悯他们。从耶稣传道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当耶稣行医治或者神迹的时候，他的名声就会被传播。但是这样的事情也招来一些麻烦。有一些人不相信他，有一些人起来攻击他，甚至连他家乡的人，在拿撒勒家乡的人都不相信他，而连他最亲爱的门徒们呢，作者告诉我们，他们的心仍然是愚昧的。虽然他们跟着耶稣在后面看着许多的神迹，也听过许多的比喻，但是他们仍然不知道这位耶稣，他们所跟随的这位老师是谁。而这一群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在当时的社会当中算是一个边缘人，他们都是被社会所排斥的。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他们需要靠着别人的资助来过生。这位耳聋舌结的人，作者不知道，他没有记载说他是以前就已经得病了，还是后面来得病的。但是这样的一个事情，让他以至于无法过力的生活。他们这些人想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想要寻求他的医治，想要为他按手。我们也知道耶稣会依照他们的需要来到他们面前来医治他们。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一个情况，就是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在耶稣的身边有许多的众人。当他站在当中的时候，我想这个聋人的心里一定是非常的慌张。而这群群众，他们想要看见
耶稣要怎么医治这个病人，他们想要知道耶稣他想要做什么，而耶稣究竟会怎么做呢？他到底要怎么做？要看到这些人的需要。根据这段经文，我就回想到我自己在遇到这群有需要的人的朋友。在我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位朋友是一位听障者。平常我和他沟通的时候，是用唇语以及笔谈来沟通。有时候他常常告诉我，其他的同学是怎么样对待他的。因为班上同学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沟通，因为是带着一个助听器，讲话又讲得不清楚，所以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他来用。所以他会观察每位同学他们的表情，他们身体所表现出来的表情。有一次，班上在筹备毕业纪念册的时候，他是其中一个筹委。但是发生一件事情，其他筹委不和他一起筹备毕业纪念册的事情，所以他们就一群人抛下他来，自己来设计。所以当下他心里会觉得非常受伤。因为他感觉到他被排挤了，我当下心里是也觉得非常难过，我也鼓励他不要这么想。所以经过这样的事件，当我在面对这些听障朋友的时候，所以我发觉听障朋友的内心其实非常敏感，虽然他们听不见。但是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透过眼睛的观察，就知道对方想不想跟他沟通。若是无法沟通的话，就会封闭自己，把自己的心给关上。那我们自己呢？我们的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我们能够看得见我们自己的问题吗？能够听见上帝在旁边微小的声音吗？我想在读书的同学们，也要面对的课业以及人际关系的压力。我们发现到，在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国中、国小的时候，学校很强调我们要追求成绩，但是却忘记我们是有着个人不同的特质，有的音乐非常强，有的艺术非常强，但是我们却忘记我们个人的特质是什么。我们以为成绩好就是顶尖，追求成绩，却忘记我们和同学怎么样相处。我们在这样的压力当中，我们忘记了这当中的平衡，我们失去了。而在工作的朋友，我想我们会面临到家庭，以及在我们工作当中所要面对的张力。我们努力的工作是为了要养活家里的开销，我们工作是为了家庭。但是有时候在忙碌工作的当中，我们也会失去平衡。我们和家人的关系好像没有那么近，而我们追求的健康，我们熬夜加班，我们的健康也渐渐的失去。在这追求个人至上的时代当中，我们忘记看到别人，忘记看到别人。我们社会好像是要追求自己的名声、自己的地位有多高，看似好像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环境，其实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系统。我们常常都是各扫门前雪，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我们都追求自己的一个道路来走。无论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一个问题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问题是别人不知道，甚至可能连自己也不知道问题。我们可以从我们平常的灵修生活可以知道，我们是不是很久没有翻开我们的圣经？是不是很久没有感受到上帝的存在？当我们在平安里的时候，我们互道平安，却好像感觉心里好像却总是不踏实。有时候我们在这些压力的当中，在追求这个个人主义的当中，有时候我们的心里其实非常痛苦。我们有时候向上帝问说：“上帝啊，你在哪里？主啊，你在哪里？”我们每个人都面对自己的问题，我们都带着我们的问题来到上帝面前。而教会不就是这群有问题的人是聚集的集合吗？而需要追求这个生命答案的人在哪里呢？我们不就是这群有需要的人吗？从今天的经文当中，耶稣把那一个人带离开群众那边，本来是非常多人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人被耶稣领来离开的群众，耶稣要他单单的注视到他，单单的注意到他，不建议的只见耶稣。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样的一个场景，虽然他们站在台前是非常的慌张，非常的紧张，但是耶稣让他平静下来，平静下来，单单的看我。而这时候我们发现到耶稣的动作是什么？用他的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在他的舌头当中。这是我们这些动作是代表着耶稣伸手去抚摸人最不需要被他抚摸的地方。这是问题的所在，这是耶稣直接把问题给到这个人的面前，并且他望天叹息，对着聋哑的人说，用他家乡话说：“以法大。”这句话翻开的意思是“开了吧，开了吧”。耶稣为什么会叹息？我想，是因为看到这个人，因为这个疾病所发生的所有的困锁，对他全人造成的伤害，发动了他的恻隐之心。耶稣看到这个人的需要，对一个说话说不清楚、舌头会打结的人，对一个听不清楚的人，这样的一个疾病对他全人造成很大的影响。耶稣叹息是对他这样的生命的情况感到无奈，感到怜悯。所发出的祷告是用圣灵说不出来叹息为他们祈求。我知道罗马书保罗也曾经提到这样的话。而开了吧，以法大这样的呼声，唤醒了他所有全人的捆绑，所有的捆锁。当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用指头探他的耳朵，
用唾他的舌头时候，我们发现到他立刻可以听得到，并且说话也清楚，他可以开始正常的讲话。我想这是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所释放出来的。我们接下来看到耶稣的动作是说，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这样的事情告诉众人。耶稣不希望他们这样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模糊了焦点。不过他们仍然把这样的事情传播开来。这样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一位长大麻风的人身上。耶稣嘱咐他不要将这件事情告诉众人，但是他越发嘱咐，却越发的传扬。这是作者特别在这边马可他这边的一个记载，是一个叫做弥赛亚的奥秘。他要这些众人单单的注视到耶稣，而不是这些医治的事情，好像这些江湖术士，他们施行医治，他们施行神迹，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样的奥秘，只等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样的奥秘才被打开，人才知道耶稣是谁。在马可福音的开头，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福音的起头。众人看到这样的事情，感到非常稀奇，因为耶稣使聋人看见，聋人听见，哑巴说话。这就听见了以赛亚书曾经说到的一句话，在以赛亚书35章1到6节曾经有说到：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不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流出，在沙漠必有江河涌流。他提到了这位弥赛亚是做新事的神，群众也跟着说，他做的事样样都好，都非常的好。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是好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美好的创造。耶稣不仅打开这个人的耳，这个人的口，也是会打开他的心，能够来传扬上帝的工作。我想从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做了很大的启示。在恩典以法大教会的前几个月，有时候会有不定期的几位会友，有时候是朋友来邀请，有时候是看到网络来这个教会。虽然我们人数还是非常的不固定，但是我和同工们仍然尽我们的心力来服侍他们。在这群家庭，在这些会友当中，我学到非常多。有一个家庭带着他的小孩来到教会，他的小孩差不多是在中班的时候，他就带着一个电子耳。他几次来观察我们这间教会该怎么来服侍聋人。后来在一次聚会当中，他和我们分享，当他的孩子遇到这样的情况当中，当他装电子耳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听声音，并且透过电子耳所呈现的声音是什么？他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预备好，要面对这群聋人的朋友。
在这间教会当中，也透过许多的牧者来我们教会讲道，也在我们会谈当中成为我们很大的帮助。在3个礼拜前聚会完的下午，我和几位同工留下来在预备祷告会。突然，我们听到按电铃的声音，原来是有一对夫妇来到这个教会。他们看到我们教会有聚会，而且是为着同等聚会的教会，他非常开心。在一问之下，原来他带着他的儿子来到这间教会。那我们可以从头后上看到，中间穿着白色衣服的就是这位青年，那坐在椅子上的就是他们的父母。当他们来到这间教会的时候，他们很希望我们能够来帮助他们。这位青年本来是在美国工作，美国长大，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回到了台湾。但是因为美国的手语和台湾的手语其实不一样，所以当他在面对到这样的一个文化的环境在转换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不适应。所以他的父母带他来到这间教会，希望我们帮助他在信仰上能够造就能够成长。到现在已经是第3个礼拜，他持续来到这间教会，成为我们好的一位会员。我想在神学院的这个期间，我也经历过被上帝打开眼界的时候。无论是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教会，或者是我在服事的时候遇到一些朋友们，他们在生活当中遇到许多的困难。有一些人，他们面临到休学，甚至是转换工作的时候，他们都和我分享到，他们原本生命是封闭的，是遇不到上帝的。但是上帝透过这些人的故事调整我，这些人的生命都是需要耶稣的。他们来到上帝面前，他们愿意听见上帝的声音，愿意委身在上帝的面前。当听到这些故事当中，我觉得都非常的感动。我就回想起在以前，我是第5代基督徒，在家族当中，非常的在信仰当中，我觉得是非常的知道。但是上帝真正呼召我是在大学的时候，在一次的见证会当中，我听到了马偕博士的故事。在那一次的经历，我看到原来这位宣教士这么爱台湾，愿意为台湾委身，并且死在台湾。所以我的生命就因着马偕故事被开启了。所以到现在，我仍然在经历上帝的改变，而我们教会不正是需要上帝的福音在里面的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问题，许多问题来到教会当中。上帝此时此刻就在问我们，就在跟我们说：“孩子，我想要来到你的面前，来到我的面前，来到我身边。”上帝依然在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上帝仍然会帮助我们，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无论我们曾经因为什么样的事情
封闭了我们自己。但是就像这位聋人，当耶稣说“以法大，开了吧”，耶稣仍然在邀请我们打开他的心门，将我们最需要被他触摸、最需要被解决问题来到他面前。耶稣也在我们的心门外敲门，他邀请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内室，邀请我们一起进入到他的同在当中。我想，这就是以法大，上帝开启我们的心，能够进入到他的同在当中。接下来，我们做一段祷告。主耶稣，此时此刻，你就与我们同在。你正在邀请我们进入到你的里面。我们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里面。求你邀请我们来到我们自己内心深处，最需要被主你改变的地方。主，你对我们生命的一些情况发出叹息。你对我们说：“以法大，开了吧。”主，求你此时此刻与我们同在，将我们最需要的地方来到你面前，淡淡的侍奉你，淡淡的与你亲近。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走在你的爱中，传扬你的福音。主，我们虽然有时候不知道你在哪里，但是你仍然都在。你仍然在呼召这一群有需要的人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就是那些有需要的人来到你面前，并且呼召那些有需要的人来到主的面前，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主，我们要把这些人来到这里教会当中。主，求你帮助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被你所激励，被你所感动。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的每时每刻，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活出见证，成为我们邻舍的好伙伴。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求。阿门。